大家好，我是老高，欢迎来到数字美食频道。今天咱们不聊国产动作悬疑片，来盘一部让丧尸粉集体高潮的末日生存爽片。从病毒爆发到世界崩塌，男主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求生指南，建议所有丧尸爱好者组团围观，错过真得拍大腿。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收藏。故事开始，男主尼克刚从梦里爬起来，电视里又在循环播报新型病毒的新闻，说是国外已经乱成一锅粥，因为没特效药，街头都开始打砸抢了。尼克叼着牙刷扫了两眼，心里毫无波澜。这种新闻听多了，总觉得跟自己隔着800里地。直到上午去超市，他才发现不对劲，抢货的人排到了门口，货架上的泡面像被蝗虫过境似的。看来病毒恐慌这东西比病毒传得还快。但尼克是个狠人，不跟风不扎堆，拎了袋猫粮就回家了。结果下午看电视，国内已经确诊2例了。晚上跟姐姐视频，对方脸崩得像块铁板。姐姐说她老公在军方做事，今晚要坐飞机去加利群岛，那是官方给家属划的避难岛，让尼克明天赶紧也飞过去。尼克挂了电话，盯着窗外发呆。他原本也有个热热闹闹的家，结果一场车祸带走了妻子，要不是医院派直升机救他，自己早成骨灰了。现在家里就剩他和一只猫，要走肯定的带着猫主子。半夜没睡踏实，收音机里突然蹦出个紧急通知，病毒变异了，潜伏期从几天缩到几分钟，感染了分分钟变疯子。尼克一激灵，天不亮就揣着猫去了机场，谁知道检票到一半，屏幕突然红了，所有航班停飞。紧接着所有人手机都响了，政府发的安全警报，说是进入临时警戒状态。人群里立马炸了锅，有个大叔直接冲安检口，跟保安扭打时还抢了枪。这下可好，原本排队的人跟被捅了的马蜂窝似的，四散奔逃。尼克跟着人流冲出机场，结果回家的路堵得死死的，进城出城的车全堆在路上，拉班按的比菜市场还吵。尼克哪能等得起，把车扔路边，抱着猫就往家走。天黑时总算到了小区，眼瞅着救护车乌拉乌拉冲进隔壁楼，邻居家门口还站着俩带枪的士兵，拉了到隔离带直通门口。没过一会儿，就见邻居跟疯了似的被士兵拖上车，嘴里还嗷嗷叫着咬人。回到家心脏还砰砰跳，这病毒来的也太猛了。迷迷糊糊睡到天亮，被姐姐的电话吵醒。姐姐说她到加利群岛了，但那边也不太平，官方想把居民都集中到隔离区，可军方觉得人越密越危险，两边吵得不可开交。姐姐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他死也别出门，就在家待着。挂了电话，尼克摸了摸空了的猫粮袋，还是得出去找吃的。等他跑到超市，货架比脸还干净，就剩几瓶罐头被压在最底下，正扒拉着呢，头顶轰隆隆飞过架战斗机。尼克心里咯噔一下，转身就往隔壁加油站跑。加油站的小商店前几天就关了，说不定还能剩下点存货。果然在仓库里翻到几箱矿泉水，刚要打包，售货员捂着流血的胳膊冲进来，哐当一声把自己锁进里屋。紧接着就听到外面有人哭喊，尼克扒着门缝一看，有个人影跟猴子似的从房顶上窜下来，直接把个警察扑倒了。尼克抄起墙角的水管想上去帮忙，结果那人转头就朝他扑来，眼睛红得跟充血了似的。好在身后突然枪响，是被扑倒的警察开的枪。尼克还没缓过神，商店里又传来动静，刚才锁门的售货员也变异了，正撞着门嘶吼呢。尼克哪敢多待，拎着背包就跑。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院子加固的跟堡垒似的，门口还装了个监控，这才敢喘口气。当天夜里有人砸门，是士兵挨家挨户叫人去隔离点。尼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任凭外面怎么拍门喊口号，就是不吭声。等外面没动静了，才敢爬到窗边看士兵已经去下一家了。就这么着过了2周，家里吃的喝的全见底了，太阳能板发的电也就够给手机充电。尼克不得不再次出门，这次他把压箱底的潜水服翻了出来，四肢关节处还加了层钢板，就算遇上变异的，好歹能抗2下。挨家挨户搜了个遍，连根火腿肠都没找着，直到走进一栋开着门的房子，才发现里头坐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说自己腿瘫了，女儿远嫁，转移的时候没人管她，就一直搁这儿待着。尼克正觉得心酸，老太太突然乐了，小伙子，你算找对人了，这附近哪有存货，我没清。跟着老太太的指点，尼克不仅找到一冰柜冻肉，还在车库里发现辆摩托车，加满油能跑老远，这下收集物资方便多了。2人搭伙过了段日子，尼克觉得有个人说话就是好，
哪怕每天就听老太太念叨年轻时的事。这天夜里，老太太让尼克打开收音机，里头断断续续传来个女人的声音，说政府的隔离区全完蛋了，幸存者要是能去罗萨河口岸，他会开船送大家去加利群岛。尼克眼睛一亮，那不就是姐姐在的地方吗？当即决定明天带老太太一起走。可老太太摆摆手，说自己腿不行，去了也是拖累。尼克急了，我既然遇上您了，就不可能扔下您不管。第二天一早，尼克收拾好东西，拿着对讲机喊老太太，半天没动静，心里一沉，跑过去一看，屋里没人，桌上留了张字条，好好活下去。尼克瞬间就明白了，老太太是不想拖累他，自己寻了短见，吹着字条往回走，心里堵得慌，没留神被个变异者扑了个正着。尼克挣扎着打开车门，把对方撞飞出去。等那完院再扑上来，尼克抄起鱼枪，扑哧一下，直接定在了地上。回家把装备检查了一遍，猫粮、罐头、水一样没落。尼克骑着摩托车，带着猫往口岸赶。路过之前的隔离点，帐篷他破的破，空无一人。看来收音机里说的是真的。快到口岸时，路边突然窜出一群变异者，跟饿狼似的追过来。尼克把油门拧到底，后背全是冷汗，慌不择路冲进了临时安置点。谁知道帐篷里也藏着不少。尼克左躲右闪冲出来，迎面就看到一堆尸体，吓得手一抖，连人带车摔在地上，摩托车卡壳了，启动不了。尼克也顾不上了，抱着猫拼命往口岸跑，两条腿都快不是自己的了。总算冲进大门，可那玻璃门跟纸糊的似的，被后面的变异者一下就撞碎了。尼克连滚带爬钻进安全栅栏，这才甩开追兵。可港口静悄悄的，停着好几艘船，就是没见着人。那开船的好心人是走了，还是也变了？尼克管不了那么多，挑了艘最快的快艇，发动起来就往加利群岛开。一路上看到好几艘翻了的小船，心里直发毛。正开着呢，快艇突然熄火了。尼克低头一看，螺旋桨上缠着具尸体，怪不得动不了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难不成要漂死在海上？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马达声，一艘大船朝他开过来。尼克赶紧挥手呼救，没多久就被拉上了船。船上是个外国船长，说话的靠翻译才能懂，问了他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，然后被翻译带进一间客房。尼克琢磨着不对劲，这船上怎么没见其他幸存者？当晚他就瞅见有一家人开着小船来求救，可第二天问翻译，对方却让他别多管闲事。尼克心里打了个问号，偷偷溜到船舷边，正好看到船员在搜那家人的背包，而那艘小船已经被拖上甲板了。好家伙，这哪是救难船，分明是海盗船！尼克找到翻译，看得出来翻译也是被逼的，就劝他一起跑。他知道有家医院停着直升机，翻译以前是飞行员，正好能开。翻译一开始不同意，说想活命就少折腾。尼克没辙，只能自己想办法。半夜收拾好东西，准备溜的时候，发现有扇白门总有人进进出出，好奇之下摸了过去，推开门一看，昨天求救的那家人被锁在里面，还少了2个女的。尼克赶紧开锁，那家男的刚要冲出去找人，就被赶来的守卫一枪放倒了。尼克心想完了，这下死定了。没想到翻译突然从后面冒出来，一棍敲晕了守卫。走！翻译抹了把脸，看来是想通了。两人悄悄摸上船舷，刚跳上快艇，就被放哨的发现了。尼克猛踩油门，翻译端着枪还击，胳膊不幸中了一枪，好不容易甩开大船。尼克把船停在岸边，扶着翻译找了辆能开的车，直奔医院。城里空荡荡的，跟鬼城似的。到了医院才发现，停机坪上根本没有直升机。这时候，周围的变异者被车声引了过来。尼克气得端起枪扫射，心里拔凉拔凉的。去加利群岛的希望又泡汤了。正准备带翻译找地方处理伤口，通风管道里传来孩子的说话声。尼克顺着声音爬过去，看到2个小孩缩在里面，刚要说话，身后突然窜出个变异者。尼克反手一鱼枪把他钉在墙上，动静却引来了更多的一行人，赶紧往手术室跑，结果发现翻译不见了。正着急呢，一个女医生从通风口钻出来，说翻译被他接走了。医院里还有片安全区，院长带着几个孩子躲在那儿。跑到安全区一看，翻译正在手术台上躺着，女医生正给他取子弹呢。尼克问起直升机的事，女医生指了指顶楼，不在停机坪，在后院呢，就是出入口被堵死了。尼克趴在天台往下看，后院门口挤满了变异者，跟赶集似的。他琢磨了半天，想出个招，把仓库里的货架拼起来，做成个移动堡垒，人躲在里面慢慢挪过去。说干就干，几个人推着铁架子往外冲。
变异者闻到外全围了上来，好在铁架子够结实，一时半会儿撞不破。好不容易挪到栅栏门口，女医生撬开铁锁，大家赶紧钻进去，把铁架子堵在门口。翻译一瘸一拐爬上直升机，启动引擎。尼克刚锁好铁门，就见有变异者跟蜘蛛侠似的翻墙过来，正缠住他不放呢。船老大带着人突然冲了进来，原来他们追过来了。船老大举着枪喊翻译下来，尼克朝翻译使了个眼色，突然劈开旁边的另一扇铁门，更多的变异者涌了进来。尼克躲在门后，眼看着船老大一行人被变异者围攻，全军覆没。翻译趁机把直升机开到他头顶，放下吊绳。尼克解决掉最后几个变异者，纵身一跃抓住绳子，总算是逃出来了。直升机朝着加利群岛飞，尼克看着下面越来越小的城市，心里刚有点盼头，手机突然有信号了，是姐姐打来的。电话那头姐姐声音都抖了：“别过来，加利群岛也沦陷了。”得了，这下彻底没地方去了。好了，今天这部天启就说到这儿。不得不说，男主从囤货到打怪，每一步都走在点子上，尤其是带着老太太那段，看得人又暖又扎心。喜欢这种末日生存片的，别忘了点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。数字美食频道老高还会不定期给大家发这种冷门好片。下期想看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，关注走一波，咱们下期见。